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藤井英子女士所著的《适度遗忘的生活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适度遗忘的重要性；第二，人际关系中的适度遗忘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适度遗忘的重要性。第一个要点是，遗忘是珍惜自己的一种方式，不同于日本医院常用的“请保重”这种客套语。作者常常对他的病人说：“请务必珍惜自己。”它蕴含着更深的关怀。作者希望病人能够真正意识到，自己是值得尊重和关爱的，自己是独特而宝贵的。说这句话的背后，意味着医院已经尽力帮助了病人，接下来就要靠病人自身去好好照顾自己，逐步恢复健康。请保重这句话原本是充满关切的，但在日本医院的日常使用中，往往变得流于形式，很难以引起病人的共鸣。作者通过与病人对视，亲自说出“请务必珍惜自己”这句话，希望这句话能够真正触动他们的内心。许多病人在听到这句话后，露出了如梦初醒的表情，仿佛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忽视了自身的需求和感受。作者指出，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，不可避免地会为他人付出时间和精力。在这种为他人牺牲的过程中，很多人逐渐忘记了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。正因为我们生活在社群中，无法脱离他人，才更需要学会珍惜自己，而不是总是把自己放在次要的位置。对于那些习惯于为他人生活的人来说，适当的忘记他人，是重新找到内心平衡的重要一步。忘记那些不必要的事情，才能真正看清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珍惜的。因此，作者建议大家学会暂时忘记他人，把关注点放回自己身上，学会珍惜自己。第二个要点是，不要将负面情绪带到第二天。即便我们被建议要忘记负面情绪，许多人依然难以摆脱那些让人不快或懊悔的感受。有些人甚至会长期被过去的事情所困扰，仿佛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，难以释怀。作者自己很少将负面情绪带到第二天，他的秘诀其实非常简单。作者培养了一个习惯，当不愉快或悲伤的事情发生时，他就接受事情已经发生这一事实，而不再反复思考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。相反，他专注于未来的行动，而不是纠结于过去的经历。他相信今天的情绪应该停留在今天，停止对过去的执念，而是思考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事。当然，作者一开始并没有这样轻松做到，这种应对方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养成的。因此，对于那些容易陷入负面情绪的人，作者建议可以通过日常练习逐步培养这种心态。可以从短时间开始，比如将不愉快的事情暂时搁置10分钟，然后逐渐延长时间。不管是令人讨厌的事情、过度的执着、对他人的期待、后悔，甚至过去的荣耀，都应该适度的放下。我们或许记得太多了，适当的遗忘，能让我们以轻松愉快的心情迎接每一天。作者坚信，在调整心态后，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轻松愉快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人际关系中的适度遗忘。第一个要点是，忘掉大家一定要和睦相处的想法。想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您是不现实的。不管你有多优秀、多体贴，总会有人因为某些原因而不喜欢你。就像有许多人喜欢吃咖喱饭，但也有不喜欢的人一样。即使是广受好评的人，也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。因此，如果有人不喜欢你，不要总是觉得是自己的错。如果感觉某人对你有意见，接受这个事实并保持距离即可。同时，尽量不要让这种不愉快留在心里，忘掉它。当别人提起时再去想，这样做能让生活更和谐。试图改变不喜欢您的人是没有必要的，不如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喜欢您的人身上，这会让您的生活更加明亮。第二个要点是，忘掉别人的意见。有时候您可能特别在意周围人的评价，虽然听取他人意见有时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，
但不要被那些不负责任的建议所左右。即便是亲密的关系，也需要保持适度的距离。别人是别人，您是您自己，这种界限需要明确。倾听他人的意见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不要过分在意。很多时候，别人随口给出的建议，他们自己也未必记得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心里画出界限，这样就不会被别人的随意言论所影响。第3个要点是，忘掉您不喜欢的某个人。在工作、家庭或社交圈中，您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喜欢的人。虽然保持距离是最好的方式，但有时由于立场问题很难做到。当您一直关注对方让您不满的地方时，通常会想要改变他们，但这只会让关系变得更糟。您可能还会因此对对方产生执念，甚至觉得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在给您压力。讨厌却无法回避的关系，对双方都是不幸的。因此，关键在于在心理上设定界限，不被对方的行为左右，也不试图改变他们。我们无法改变别人，与其尝试改变，不如努力忘记他们的言行。当您通过运动、阅读或看电影等方式分散注意力时，脑子里不愉快的感觉会暂时消失。虽然一开始效果有限，但通过不断练习，你会发现有更多值得关注的事物和人。作者指出，学会忘记能够带来更快乐、更充实的生活。第4个要点是，忘掉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想法。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曾说，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源于人际关系的烦恼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确实让人心力交瘁，尤其是为了顾及他人而默默忍受时，身心都会受到影响。据一项调查显示，20到50岁的女性中，有80%的人尽管感到身心不适，却仍在忍受。他们忍耐的理由多为：我还能忍，不想让别人担心；说出来别人也未必理解；我很在意别人的眼光等等。作者经常会问这些患者，这样的忍耐真的有必要吗？有时候，我们确实需要咬牙坚持，但这是一种力量的体现，而不是简单的忍耐。忍耐往往只会带来痛苦，尤其是在无助的人际关系中，不会有任何的好处。与其继续忍耐，不如停下来思考一下，是否真的有必要。第5个要点是，忘掉追求完美。无论是在生活还是人际关系中，追求完美只会让人难以获得真正的幸福。作者指出，没有人能够做到和每个人的关系都融洽，生活井井有条，工作与家庭都能面面俱到。他接诊过许多患者，他们错误地以为自己必须亲自承担一切。有些人即便做着全职工作，还要亲自准备每顿的饭菜。有些人试图在工作之外独自照顾父母。对这些竭尽全力的人，作者建议他们放松一下。对自己过于苛责并不是一种美德。作者指出，适当的减压并不是懒惰。在抚养他的孩子们时，作者完全依赖他的母亲。生活并不完美，甚至有时会出错，但这些小问题如今看来都是笑谈。即使他偶尔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但孩子们依然健康长大。照顾他人并不需要做到完美，最终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，作者建议大家偶尔放下重担，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机会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